先是13亿的粥，是真的很香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刚才要拍的时候，13亿一打开那个盖哦，那个香味扑鼻而来，很特别，很香。所以哦，真的是每一天来，每天有惊喜。我跟大家讲，哦，13亿的档哦，不是来一次罢了的。自从我那一次跟13亿交谈了过后，知道他的故事了过后，我真的很希望让大家看一看13亿跟她的老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为什么我真的是觉得上天应该要照顾他们这样子的人。吃好玩好生活好，熊猫陪你到处跑。是的，今天我在这个Puchong Utama的 Petron 哈，那为什么会在这边开场呢？因为今天我要来拍它的对面13亿的那个档口。上个星期我在马铃薯叔叔的那个 Facebook 上面就看到他有分享，他说这一个老板娘他们的故事很励志。那是希望说我们住Puchong附近的人，要是有经过或者是早餐想吃的话，可以来跟13亿他们打包在这边吃也可以，而且他们的桶水又好吃，食物又好吃，所以呢，今天我就带大家去看一看 ，Let's go。大家看哦，这一个档口虽然看起来不起眼，但是等一下大家了解13亿的故事了过后呢，就知道为什么很值得期待。这边呢，几乎它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桶水，这个是桃胶啊。桃胶。而且因为13亿的经验他的厨艺一流。所以呢，他虽然讲早上是卖经济粉，但是他中午的时间会有煮一些炸饭类的那些菜肴，几乎是每一天会不同的菜肴。所以呢，住附近的居民或者是他们的老客户都知道，每天经过，每天都有惊喜的。13亿早啊！刚才我有跟观众朋友讲了我说这一边我迟一点来拍。昨晚下了一整晚的大雨我来到的时候呢，13亿就讲说，因为一般上有时下很大雨的话，他会担心，要是煮太多真的是也卖不完，所以他说这一边呢，他暂时还没有放东西。那我说没有关系，反正我就住附近嘛那我会再倒回来，等他这边有东西的时候，我再拍再分享给大家看。给13亿跟大家介绍一下 ，Hello。好，你好。靓仔老板在那边。好。看一下来，给大家看13亿的经济粉。经济米粉。米粉 ，OK。就是有放青菜芽菜很开胃耶，看到就是比较有点色润这样，不会讲干没有胃口。这个就是炒面。炒面看就知道很辣锅咯。卖到要差不多要卖完了。OK。这个是蛋炒粿条。这个是我的最爱。蛋炒粿条。大家看那些蛋 ，OK。加料呢就每天都不一样啦，有换来换去的。会换的，这些可以加料 ，OK。然后糖水糖水啦。这2锅就是糖水，每天都不一样，每天都会有一个那个食疗糖水。食疗糖水。对。每天不一样每天不一样的，都有一种食疗。今天这个糖水叫什么？今天这个糖水是金桔雪梨雪衣。金桔雪梨雪衣。就是我不是用那种腌制的金桔是这种切片烘干了的，拿来包的，就是说连渣都可以吃。这个呢，就是熬夜喝酒或者是天气很多烟雾对那个气管会很好。OK。我的食疗糖水呢，全部都是一个价钱5块8。每一种都是5块8。就是不管什么糖水都是同样的价钱。食疗糖水而已。食疗糖水是5块8的 ，OK。然后其他的就是说绿豆红豆那些of course 那些就比较便宜咯，番薯那些。这种就是比较普通的咯。这些是多少钱？这是4块。所以13亿这边有写明就是它的桶水是4块到5块半之间是看什么桶水了。但是这个食疗桶水就是5块半。还有就是粥呢就星期2、星期5才有。
星期二、星期五。我是熬了那个小汤鸡汤 OK， 然后才放材料啊、粥那些去熬。那么小三咪呢？我是看了马铃薯叔叔的那个 Facebook post 了过后呢，上个星期我就有过来跟他们打个招呼，然后试吃他们的东西。然后我也问一问啦，当然要得到他们的允许我就告诉他们说，我说如果我拍一下他们的那个档口，跟观众朋友分享，他们介意吗？小三咪跟她的老公都非常的友善，真的是，那天只是跟他们谈一天的话立刻就变朋友了。真的，之前我都是叫老板、老板娘但是后来知道这边盖凤很多人都叫他13咪了过后呢，我觉得我也是跟着叫了。所以呢，现在当然他也很忙，我先不敢叫他，等他稍微有空的时候，我再继续让他介绍。像今天呢，我觉得呢，我就试到完的了，不管了。所以我今天我要试粥，桶水我吃饱我才吃 ，OK。然后我今天试粥，然后你掺这3样给我了，13咪。好，你拿一盘，你掺这3样，大盘一点，照算啊。然后我咖喱，我要荷包蛋、午餐肉，每个都拿了。大家看，很香我站在这边都嗅到香味因为你放那个鸡熬啊，鸡汤。不是白粥呀。唔係白粥啊。很多都是放白粥，然后才放料。对。像我的粉也是有不一样的价钱米粉面3块半。米粉面就3块半。OK。我觉得有蛋的呢，就是4块半。OK， 好。还有一个是肉碎老鼠粉，你放肉的那就5块半而已。Alright。OK， 它就是要粉了OK， 好。你要每样一个。每样一个，对。3包也要。咖喱。要。Thank you， 谢谢老板。慢慢吃。Thank you。3包不够再加。好的，大家看，先是13咪的粥，是真的很香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刚才要拍的时候，13咪一打开那个盖那个香味扑鼻而来，很香。真的，小三一讲嘛它不是用白开水煮，它是用熬了那个鸡汤过后才来煮的这个粥，然后再加上它是有鸡丝，所以满满的那个鸡的香味，很好吃。然后我的习惯是把那个炸的那个腰条浸在里面先，我比较喜欢它浸到有一点点软的先，然后把所有的那些它的那些葱啊，还有13咪淋的那些油啊，全部给它捞下去。而且刚好这样的天，刚刚下完雨，凉凉阴天一天，这样吃一碗这个热热的粥，连它的那个炸油条一起吃，啪啪声更爽。所以我刚才开头的时候有提13咪，因为他过去他的一些经历他有试过煮不同的东西，他的厨艺的范围很广，他很多不同类型的食物他都会煮。咸鱼、梅香咸鱼、芋头焖鸡。每次13咪报他的那个菜名的时候我都听到8只耳朵的，广东话听到8只耳仔啊，因为13咪的刚才我讲嘛他的厨艺是很广的，他的菜品每个听起来是不是你都会哇一声，就好像很厉害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刚才你讲那个是什么啊？梅香咸鱼。梅香咸鱼。芋头焖鸡。芋头焖鸡。所以等一下就有的是。中午。看到吗？看到吗？所以呢，大家几时经过是不是都要来这边看一看，一直会有惊喜的。我跟大家讲，所以大家看，从经济粉给我们叫做简单普通到
包这个粥哦，熬凉粥，然后糖水、榨菜饭，各式各样，甚至它连不同的国家的那些风味它都煮得出来。所以呢，我自从听了过，我就很期待，因为对我来讲，哎，路边经过，感觉好像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档口，甚至如果没有注意的话，都不会知道他们在卖什么。但是有来过几次了过后，就可以知道这一个档口哦，几乎每一天来，每一天都有惊喜的。我跟大家讲，这个粥大家一定要试。来，经济粉。当然了，讲到经济粉，我不会特别期待有什么样的惊喜，因为对我来讲，经济粉只要不要炒到太过干，有些经济粉它冷了过后。真的会很干的，因为炒的话，要是湿润功夫够的话呢，即便冷了够，还是会很好吃的。所以来，我们先试试看啊。我先试面，很可以 ，Q 弹度很足，味道也很好。然后蛋炒粿条，这个还没有吃哦。刚才早上一打开那盖的时候，我都有嗅到一阵淡淡的那一种。蛋香味，我跟大家讲，经济粉哦，粿条、米粉、面，我最喜欢的一定是粿条，很好吃，口感很好，很松软。刚才手上的咖喱这是淋在米粉上面的，所以我在吃米粉，我觉得除了试口感，也试一下它的，应该可以吃它的咖喱的味道。淋了咖喱这下去更香，而且刚才我吃面跟粿条还没有什么吃到菜，因为菜刚好埋在那个米粉里面比较多菜。它的菜是我喜欢的口感，怎么说？我不是很喜欢那些菜啊，好像咬不断的。这个菜很脆口。总归一句话，经济粉称赞它太过分的话，就太虚假了啦。对我来讲，经济粉没有所谓好不好吃，就是吃进去舒不舒服。这一句话啦，吃了很舒服。三八，它不会到很辣那一种，然后它的后劲反而是吞了下去哦。它的后劲甚至是我的喉管这边会有一点辣的，很少听我这样形容哦。一般上我是讲舌尖嘛、舌根啊、喉咙啊，哎，这么我这样下去了过后，我的这边暖暖辣辣这样子的。以一顿简单的早餐来讲，这样子吃有满足感，而且我相信等一下吃完了过后，再来一碗热热的那个糖水就 perfect 了。所以哦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13米的这一个档口，最主要还不是分享它的食物，当然它的食物是没得顶哦，大家一定要来试。在附近的人啊，有经过的话，你们来试。除了我刚才讲的哈，从那个 LDP 哈 Petron 这边进来，那么要是住Puchong Prima 或者是Puchong Perdana 那一边的朋友，可以从这一个工厂区的这条小路这边穿出来。总之就是一句话啦，大家 search Waze 的话呢，就可以经过这条路，这边还有其他的马来同胞的档口，隔壁就是13亿的档口了。13亿的食物是用心煮的，糖水一流，我喝过2种了，所以呢，今天又很期待它的这一个。那我要讲的是，我当然是因为看到马铃薯叔叔的那个 Facebook post 才来。那对我来讲，毕竟人家有人家的故事，人家的私隐，我没有想到要去问太多问题。但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我只是来跟13亿跟她的老公打个招呼，就中间那个话闸就打开了。可能我们的那个 frequency 同频吧，就突然间好像觉得很好谈。那13亿就不吝啬的跟我分享了很多他的故事。哦，那我听了过后，我真的是觉得。难怪马铃薯叔叔会讲他们的故事，很激励人心。大家也知道 ，COVID 那段时间，很多人都有遇到难题。13亿跟她的老公、孩子们，当然也会陷入困境。在那个时候，马铃薯叔叔有想要帮他们。细节我觉得我不是很熟，我就不要乱讲话。
但我知道的一个大概就是小三一有讲过这么一句话：我跟我的老公，我们有手有脚，我们还有能力赚钱。那这些物资、这些钱等等这样子的东西，可以的话就让给别人，去帮其他的人。那我听了过后，我就觉得哇，真的是肃然起敬，肃然起敬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当然，我们讲有手有脚自己赚钱，可是大家看马铃薯叔叔的 post 它上面有写的嘞，就是小三一身体是不舒服的，他的身体状况，我那天跟他谈了过后，我都会一直提醒他，你唔好做咁多啊，有机会你要休息啊，身体最重要啊，为了孩子要好好照顾你们两夫妻，身体健康排第一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人会想要走捷径、走歪路，可是小三一他们两夫妻就是脚踏实地，一步一步。即便这一个档口的那个状况不是很理想，它没有电没有水的我只能够讲，可能这一个档口就是因为这个 condition， 所以才租金比较便宜。他们也觉得无所谓，反正他们住附近，所以他们可以煮好了过后就拿过来，然后自己准备一些食用水，然后如果卖完了的话呢，就当场还可以再煮。像比方说刚才我拍不是吗？那个炒面已经要卖完了，老板当场就可以立刻煮了，所以稍稍又煮出来。所以难怪盖凤这么喜欢他们每天经过除了有惊喜之外，还可以一直吃到我叫做新鲜的东西，因为吃完了他们又炒又补嘛，补过来嘛，所以又有惊喜正如刚才所讲啦，这一边外面那边经过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但是今天知道了过后，大家 BB 那边转进来一下打包一个2桶水回家给家人、给孩子给老公老婆。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，也很方便。其实然后小三一的档口的位置是非常理想的大家看前面那边就是 LDB Cyberjaya Putrajaya 那个方向过来要去Puchong的话，大家经过这个 Petron 的斜对面就是小三一的档口了。然后Puchong Perdana Puchong Prima 附近的Puchong Utama， 尤其是那边大家 Waze 啦我会把那个 Waze 的 location Waze 的那个 link 放在影片下方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多多支持。好吃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所以有机会再来试试小三一其他的粥。粥是每天都有粥啊？星期二、星期五。星期二现在有粥啦，可是也是会不同的粥是吗？但是它的桶水，如果说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话，一个星期5天。可以试试来试不同的。为什么讲5天呢？小三一它是星期六、星期天他们是休息的。那如果是公共假期，他们也没有开。最主要是刚才讲的啦，小三一也知道他的身体也是能够休息的话，他也需要多一点休息。然后这一边是工厂区，他们的生意来源主要是大家出入工厂的时候来这边打包。所以他们早上是这样子的，早上做那一轮生意，然后中间就会可能10点、11点，我不知道，可能就会比较近一点，然后午餐时间还有人来。那么大家知道，如果是要来支持小三一，要来试一试小三一跟她的老公，大家叫王飞鸿，要试他们的手艺的话呢，就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点到中午大概2、3点这样子，大家可以过来。那一般上来讲呢，这个时候我都是做总结了的啦。可是今天呢，我先不要总结，我想试试看因为当然他们也在忙，但是我是觉得，自从我那一次跟小三一交谈了过后，知道她的故事了过后，我真的很希望让大家看一看小三一跟她的老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为什么我真的是觉得上天应该要照顾他们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好人。真的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当然，好人到处都有，大家都是好人，大家都是好人。只是我当时跟小三一谈了这么久听了他的故事，在感受他们两夫妻的为人过后，我真心觉得一个这样脚踏实地的夫妇，这样的好父母，真的是辛辛苦苦靠自己养大3个孩子。广东话叫供需高學，孩子现在大女儿也大学要毕业了，就是这样子踏踏实实的生活，
然后那个思想又很 positive 哦，他们的故事整个就很正能量，很激励人心啊。我刚才讲的那天第一天跟小三一谈完了过后，我就不叫她老板娘了，我就是觉得应该要称她为小三一，因为觉得很 close 很 close。不只是我啦，其实我在旁边观察哈，很多他们的熟客跟他们买东西的时候，大家看他们的交谈的方式，真的就好像老朋友一样。因为我们可以知道，人与人的相处是一面镜子嘛哈，你是怎么样的人，那对方显现出来的反应，其实就是你自身的反应来的。刚才小张一讲，他要帮我拿那一个糖水过来，我讲不用麻烦，我自己拿，然后。小三一看我一个手抓相机，用一个手拿，他讲你sure嘛，用2个手捧比较好哦。我讲没有关系啦，很靠近罢了，那边拿过来，假厉害，太小看了，大家看，还是冒着烟的啊。结果刚才烫到我的手。OK， 来试一下。我要给大家看这个 ，OK， 所以一口下去哈，满满的这个陈皮的香味，很特别，很香，而且直接入口即化。那天我喝的那一个雪梨、雪姨、雪烟，所以它叫做3雪啦，3个雪。这一种是我喜欢的糖水，它很清甜啊，感觉上喝下去很润喉养肺。我用感觉上其实是肯定的，是肯定的。当我说感觉上的意思是喝下去那个喉咙那个舒服感。然后这边暖暖的，哦，顿时就心理上都会觉得啊，身体健康了一点，而且是这样烧烧的，大家看真的是一直在冒着烟，很爽。对了，忘记跟大家讲，上面还有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是水果冰镇水果花茶。冰镇水果花茶啊！今天的是那个玫瑰苹果，玫瑰苹果，红茶 honey，OK， 就是那个绿茶，茉莉花，雪梨啊，还有那个 honey 跟那个青柠，这个就是带一点酸的。大家看。所以我真的是要比个大拇指给13亿哦。那一天我喝的是百香果 orange apple。所以真的是每天来，每天有惊喜。我跟大家讲13亿的档不是来1次罢了的，一个礼拜不是来1次罢了的，是可以每天来的，拜1到拜5。OK， 大家看我坐在这边吃就一直会有顾客进进出出嘛，打包嘛，那个画面真的是看了很暖心的。那些老街坊在闲谈几句这样子，然后一直都有笑容，笑声不断，会开玩笑，讲几句又笑一下，给人家一种真的就是那种小地方的人情味。小地方，这边是不中嘛，KL 嘛，对其他的州属来讲，这个是叫大城市，可是就是繁忙的大城市里面，感受这种人情味。真的很特别。好了，那因为13亿也很忙，所以呢，我也就不打扰他做生意了。所以呢，今天我就选在这一个位置作为今天的收尾。也就是说，希望大家从前面Putrajaya、Cyberjaya那个方向过来的时候，要去Puchong，看到这个牌也就是身后的这个 Petron 啦，前面这条路转进来可以去支持一下13亿。那么它有很靓的糖水也有很香的那个水果茶，所以大家可以打包就算不想吃，也可以打包回家给家人朋友享受。
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这期的视频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刚刚好有一个客户他来买的时候，那因为那个荷包蛋刚刚卖完，然后老板娘讲 OK 没有关系，因为刚好那个锅也是热着，13姨就立刻煎一个荷包蛋给他。那我想讲呢，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其实每一个人做生意有自己的那个节奏，有自己的方式。其实我可以看得出13姨跟她的丈夫他们做生意，主要真的不是讲要赚大钱，要希望生意好到忙到做不及那一种。其实我觉得他们享受的恰恰是一种宁静，一种跟客户之间的那一种友好的互动。我能够做的，我尽量做给你。但是我也希望观众朋友真的也参考一下这样子的情况，就是有时候我们去吃东西，我们去打包也好，去买什么食物都好，要是人家人多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也要明白一下，就是大家做生意有大家的方式跟步调跟节奏，大家都希望赚多一点钱，这个是肯定的。可是有时候如果是人家在忙的时候，我希望我们这些客户都能够给多一点的那个耐心，能够体谅一下。毕竟我知道我们经常很喜欢讲，没搞错你这样子做生意的这样慢哪里可以啊？我不是讲13姨了，我是说我们去到任何的地方，我们一急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那种就是会自然而然忍不住的就会有一些埋怨。但其实还是那一句，我会跟大家分享13姨的故事，最主要是我真的是深深的感受到人情味，感受到人性的美好，感受到其实做生意除了赚钱之外，这一种心态，这一种就是又照顾自己，又要尽量满足客户的那一种心的那种做生意的方式。我觉得真的很值得大家学习。